俄罗斯国防部表示，在过去几天，乌克兰武装部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火力打击。5月26号，乌军士兵也发布视频，记录了俄军在夜间使用122毫米冰雹火箭炮系统齐射了 9M22S 燃烧火箭弹，覆盖了乌军阵地，画面非常震撼。据报道，每个 9M22S 燃烧火箭弹能够携带180枚由镁合金外壳构成的小型燃烧弹，内部装填了铝热剂燃烧剂，燃烧温度可达2500摄氏度，几乎不可能被熄灭。而且一枚 9M22S 的纵火面积就超过5000平方米。俄军用了集束式的燃烧弹，它肯定就是想大面积的去清除乌军的一些埋伏啊，无论是人员的埋伏，还是一些武器装备的埋伏。那么实际上这个铝的发热量是非常大的，它这个燃烧弹里边装的这个铝热剂，据说可以发出2000多摄氏度的这种高温啊，所以它对无论是有生力量，特别是一些这个，比如说一些钢铁产品啊、物品，它的毁伤效果、烧蚀效果是非常好的啊。除此以外，俄军还使用了 TOS-1A 喷火坦克齐射重型火箭弹，猛烈轰炸了顿涅茨克地区西米哈伊利夫卡附近的乌军阵地。剧烈的爆炸产生了肉眼可见的白色冲击波。值得指出的是 ，TOS-1喷火坦克被俄军称为“心脏骤停器”、“敌人推土机”，隶属于俄军核武器部队，是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器之一。它这种猛攻，包括动用一些重武器啊，这个杀伤力比较强大的武器，肯定就是想快速的达成作战目的啊。所以俄军的下一步的重点肯定还是在顿涅茨克州这边啊，继续发动猛攻，然后卢甘斯克这边也是配合着啊，继续向西向南这边攻击啊，就从乌东的2个州的这个方向啊。所以动用的武器的数量啊和火力都是比较多、比较猛的。除了阵地不断丢失以外，乌克兰军工也遭遇重创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5月25号表示，俄军摧毁了位于扎波罗热市的马达西奇工厂生产车间，这些生产车间仍在为乌克兰空军战机与无人机生产航空发动机，俄方不得不对其动手，以消灭乌克兰军方的战争潜力。马达西奇公司被称为动力沙皇，是苏联时期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公司，生产了苏联1半的军用航空发动机。巅峰时期，在全球190多个国家中，曾经有超过90个国家都是马达西奇的客户。如今，马达西奇神话已经成为历史。俄军现在摧毁了马达西奇公司的生产车间，主要还是为了摧毁乌克兰独立发展航空工业的一个潜力。而且马达西奇公司虽然有个外号叫动力沙皇，但实际上你观察它的产品谱系的话，它的产品系列其实还是有所侧重点的。它主要还是侧重3个方面啊，第一个方面就是某些大型运输机用的发动机啊，第二个方面是这些教练级用的小涵道比发动机。第3个方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苏联时代的像这个米8、米17、米171啊，包括这个卡式的一些直升机用的那个发动机叫 TV3-117系列。就这个发动机确实是相当于马达西奇公司的一个看家本领吧。事实上，俄军从2月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，就对乌克兰的众多军工企业进行了空袭，包括曙光机械制造厂、乌克兰能源机械厂、马列舍夫坦克工厂，甚至早已破产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，都遭到了连续不断的轰炸。这些曾经赫赫有名的军工厂，如今大都变成残垣断壁，不具备再生产的能力。可以说，乌克兰继承的苏联军工遗产已被消耗殆尽，彻底失去了制造重型装备的能力。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，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精准空袭，除了陆基、海基和空基导弹、固定翼战机以外，还包括大量的武装直升机。